冯绍峰不愧是女神收割机，婚前就与倪妮交往过，还与杨幂、凌云等人传过绯闻。他与赵丽颖离婚后，感情生活也并非是一潭死水，偶尔也会泛起涟漪。就在近日，有媒体曝光了冯绍峰的最新动态，称他在深夜与一位女星聚餐，两人在包厢内有很多亲密的肢体接触。吃瓜群众们纷纷好奇道：难道他又交了新女友吗？据悉，与冯绍峰聚餐的女星是30岁的盖月熙，她本是模特，后来进入演艺圈，主演了《青春痘》《罚罪》等，但名气始终一般。不过，盖月熙的绯闻比作品更加出名，她一直都是林更新的绯闻女友，两人关系很亲密。如今，冯绍峰发福的趋势很明显，他脸上微微泛油，和盖月熙看起来差了20几岁，但实际上冯绍峰44岁，比女方大14岁。不得不说，盖月熙的颜值确实很高，即便是素颜出镜，在狗仔的镜头下，五官依旧很出众，脸上也没什么僵硬感，似乎是纯天然的美女。聚餐期间，盖月熙举杯好饮，冯绍峰只是面带微笑地看着他，并未帮忙挡酒。不过盖月熙的酒量很好，一杯酒下肚完全没有脸红，似乎很能喝。无论在什么角度下，盖月熙的颜值都无可挑剔，五官十分优越。不知冯绍峰与盖月熙说了些什么，两人在饭桌上打情骂俏，互相靠在彼此的肩膀上，好似热恋中的情侣一般，肢体接触略显亲密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贴着脸靠头耳语，从后面看就好似在接吻一般。看来冯绍峰与盖月熙确实聊得很投缘，至于两人是否为情侣关系还无法得知。只不过这个盖月熙并不是什么良人，或许大家没有看过他的作品，但可能会听说过他的绯闻。就在今年的2月份，他还被拍到跟男星古嘉诚同游三亚，两人从同一酒店中出现，之后又去见了双方的父母，大有进入婚姻殿堂的架势。只不过盖月熙从未承认过这段感情，或者说他从未承认过任何感情。要知道，他最开始的名字并不是盖月熙，而是盖天天。这一点可以从瑞丽的账号中进行确认，他最初是一个模特，还获得了瑞丽的封面模特冠军。就在15年时，与已经有女友的金世佳传绯闻，就在4天之后，其女友李沁发文分手，并取关了金世佳。紧接着，金世佳与盖天天互相取关，但在1个月之后又被拍到共同回家。这件事闹大之后，盖天天便改名盖月熙，以演员的身份进入娱乐圈。在那之后，又与林更新因戏生情，发布了很多暧昧的动态。总的一句话来说，盖月熙就是来娱乐圈交男友的，不管对方是否恋爱，是否离婚，只要自己喜欢的一概拿下。希望冯绍峰还是离这个女生远一点。这世界上最难琢磨的就是感情了，谁也不知道将来感情这件事情是最不受控制的。谁也不知道自己将来会遇到什么人，两人是否年龄相仿、门当户对，一切都要看缘分。冯绍峰和赵丽颖的缘分就很奇妙，两人因为知否知否，应是绿肥红瘦相识，还没领证结婚，女方就传出了怀孕的消息，生完孩子没多久，两人就离婚了。一切都是来得那么快，仿佛是一阵风似的。考虑到他们有个孩子，很多人都劝两人能赶紧复婚，将对孩子的损失降到最低。可是否复婚还要看两个人的意愿，别人是无法强迫的。前几天还有媒体拍到冯绍峰去剧组探班赵丽颖，复婚的消息传得满天飞。哪成想这才过了没2天，冯绍峰就与比自己小14岁的女星聚餐了，还被狗仔拍了下来。看来他们复合无望了。赵丽颖和冯绍峰已经分开2年多了，再回头看，原来结局早已注定。娱乐圈中的爱情向来结得快，离得也快，这些对普通人来说很难抉择的事情，对他们来说却好似家常便饭。如赵丽颖和冯绍峰，2021年4月，两人毫无预兆地宣布离婚。日子很长，过去很好，愿未来更好。短短几个字就让无数吃瓜网友错愕不已，直接霸榜微博。公开没有一点点防备，分开也没有一点点防备。从开始到结束，二人的感情仅仅维持了不到3年，让人怀疑是不是集体做了一场美好的梦。也难怪网友们如此惊讶，因为两人过往的甜蜜仿佛历历在目。两人初相识可以追溯到一起拍《女儿国》的时候，戏里两人郎情妾意，戏外两人也眉来眼去，片场两人互相打闹。赵丽颖俏皮投喂冯绍峰，两人就像小孩子一样嘻嘻哈哈。那个时候的赵丽颖和冯绍峰两人在微博上频繁互动，赵丽颖发骑自行车去取经吧，可以看风景，冯绍峰便回非常环保。
线上如此高调互动，线下两人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隔天就有人拍到冯绍峰和赵丽颖一起相约骑自行车，那个时候的两人应该还是处于互相有好感期间。为了避免公众拍到两人单独出去的照片，于是便把工具人小沈阳叫上当掩护。这种背着外界偷偷谈恋爱的感觉，其实很容易让两人上头。采访时，冯绍峰高调示爱赵丽颖，夸她纯真灵动，惹人爱。赵丽颖则在一旁眉开眼笑，十分甜蜜。再然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，两人突然官宣结婚。结婚初期，赵丽颖还曾经大半夜在微博秀恩爱，照片的视角一看就是老公冯绍峰拍的。这个时候的赵丽颖完全像一个沉浸在幸福中的小女人。然而，两个人的爱情仿佛是昙花一现。婚后不久，两人的感情就频繁被外人唱衰。唱衰的原因也是有据可循的。两人结婚以后迟迟不办婚礼，虽然给出了赵丽颖不在意这个理由，但世界上真的有女生不在乎自己的婚礼吗？不办婚礼的原因恐怕另有隐情。我猜是恋爱还没稳定，还没想公开就怀孕了。怀孕的事情又意外被曝光，两人只得匆匆领证。但婚姻不是一时脑热，是谨慎思考过后的决定。这种匆匆赶鸭子上架的结婚，其实已经为这段婚姻埋下了地雷。再然后就是赵丽颖被爆出疑似产后抑郁。在一档综艺节目中，主持人问冯绍峰当爸爸是一种什么感受，他表示确实不好当，因为他不仅要哄宝宝，还要哄赵丽颖。因为赵丽颖在生完宝宝后就会莫名其妙的哭，和结婚前两人明里暗里在微博上各种互动打趣的情况不同的是，婚后两人就很少同框，给人感觉好像在各自过各自的生活。当然，坊间一直有传闻两人分开是因为婆婆不认可。大家都知道冯绍峰是一个富二代。一档综艺节目里，当主持人问冯绍峰的父亲是否是纺织业巨头且身价10亿时，冯绍峰并没有否认，还曾爆料自己大学期间为了离校更近一点，家里直接买了一套学区房。彼时赵丽颖虽然已经是一线女明星，但在外人眼里还是门不当户不对的。在冯绍峰妈妈眼里，自己的儿子如此有前途，长得一表人才又会演戏，自然希望他找一个比赵丽颖更加体面风光的妻子。即便赵丽颖那个时候已经在影视圈小有成就，但她曾经的出身和学历仍然让这一位望子成龙的婆婆不满意。草根出身的赵丽颖这一路走来吃了太多的苦，这也导致她对工作很有危机感。短短几个月的时间，就从单身女明星变成了妻子，再然后是妈妈，快速的身份转变让她充满了不安。这种不安的后果，就是她在这段婚姻关系里呈现出一种疏离的态度。再加之外界有传闻，赵丽颖的婆婆一直想让赵丽颖待在家里生二胎，但事业心切的赵丽颖如何甘心呢？好不容易从底层爬上来，她怎么会甘心当一个家庭主妇？多年跑龙套，一朝成名，赵丽颖格外珍惜这一份来之不易的工作。她曾经吃过的苦，更加让她明白事业的重要性。可以说，赵丽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冷静理智又十分清醒的女性。而冯绍峰太过于听妈妈话。在一档采访中，冯绍峰的妈妈说他的优点就是乖，其实就是听话。小时候听妈妈话，长大了还听，过分的听话就导致冯绍峰缺乏个人主见。当发生婆媳矛盾的时候，冯绍峰无法很好的调和，赵丽颖在这段关系中越来越疲惫。这种疲惫感在她生完宝宝复出的那段时间很明显。冯绍峰的爱情观则与赵丽颖截然相反，冯绍峰十分依恋精神上的满足。综艺节目里，当主持人问到对婚姻的看法时，冯绍峰回答：我有的时候并不知道他到底是为了要结婚才和我在一起，还是为了爱而在一起。在婚姻里，冯绍峰更多的是想体会老婆对他的关心，以及成家后这个家庭给他带来的归属感和满足感。从小过着富裕生活的冯绍峰所追求的归属感便是精神上的满足，但从小家境不好的赵丽颖能给他带来归属感的唯有不停追逐事业。两人不同的生存环境造就了两个人对爱情不同的观念，一个追求精神满足，一个追求物质富裕，注定了两人的爱情故事短暂而又美好。当然，在我看来，爱情只是锦上添花，唯有事业才是生存基础，永远也不要为了爱情放弃自己的事业。赵丽颖离婚后虽然也曾被绯闻缠身，不过她并不理会外界的言论，而是专注提升自己的演技，用一部部优秀的作品说话，成功的实现了转型。
冯绍峰若是真的有新恋情，也是一件好事，相信他不会因此而疏忽对儿子的照顾。